其實滴血驗親之所以能逆風翻盤，这水有問題。除了钮祜祿集團的全員助攻，還離不開甄嬛意外收編的頂級外援。道南為了祺貴人，一個個把你們給搜了起來。很多人以為葉瀾依瘋狂打野，慎貝勒出面作保，都是單純的愛屋及烏，而忽略了這其實是甄嬛長久以來人性投資的集中兌現。旁人的閒話是旁人的事，若自輕自賤便不好。本期視頻，我們就要撥開那些被全網忽略的伏筆和暗線，拆解一下為什麼一心想殺甄嬛的葉瀾依會在關鍵時刻瘋狂打野。反正祺貴人想殺娘娘的心不是一日兩日的。玉娆和慎貝勒的初遇發生了怎樣的靈魂共鳴？我寧願駕馭匹夫草草一生，也斷不入宮門王府半步。眼高於頂的慎貝勒為什麼會在滴血驗親時力保熹貴妃？倒是祺貴人珠圓玉潤，可知是享清福的人。你閉嘴！貴妃冊封禮單中，一副筷子，一個手串，引出了哪些紛繁複雜的線索？掌上珊瑚連不得，卻叫一座上陽花。這些伏筆都穿插在瑣碎的日常裡，如果不拎出來細看，你永遠不知道《甄嬛傳》細節的含金量到底有多恐怖。上期講到了玲瓏冰溪復寵，現在我們把時間線稍微往回拉一點，回到熹貴妃剛剛接管六宮的那個晚上。經歷了一番跌宕起伏，永壽宮上演了一段溫馨的日常。槿汐和小允子清點禮單，浣碧幫熹貴妃潤手。這時鏡頭給到了甄嬛手部的特寫。甄嬛此刻養尊處優的雙手向前和甘露寺時期長滿凍瘡的手遙相呼應，向後為滴血驗親時莫言提到手上凍瘡進行鋪墊。冬日發作還厲害嗎？甄嬛日常習慣性潤手和她回答莫言的那句到了冬日還是不免痛癢形成了因果閉環。在貴妃的禮單中有2個重點禮物，引出了後面4條預示劇情走向的線索。第一個禮物就是沛國公孟家送的文熙辟毒筷，雖說銀筷也能測毒，可遠沒有這個稀罕。前面的泥金真絲消弭竹扇，貴妃連眼皮都沒抬一下，而這副筷子卻引起了她的關注。為什麼呢？因為扇子再美，也只是徒有其表的擺設，類似大胖菊送的金啊玉啊的，雖然貴重，但缺少溫度。而能測毒的筷子就不同了。如今後宮的局勢是貴妃當權，越過中宮，在皇後一黨虎視眈眈的局勢下，比起華麗的擺設，甄嬛更需要的是人身安全。用毒之人最狠毒無比，防不勝防。到底是沛國公有心思。沛國公的禮物就很符合我們在禮物篇講到的送禮哲學，送禮要考慮到對方需要什麼，能把禮物精準地送到貴妃的心坎上，足見沛國公這位3朝元老的政治嗅覺。正是有了這樣的父親，後面孟靜嫻那種能夠看透局勢、知書達理的高質表現才顯得順理成章。沛國公送的禮物向前呼應了於答應給婉貴人下毒，向後呼應了簡秋給六阿哥下毒。而最妙的是，沛國公如此精明於防毒，但是他的女兒卻偏偏死於中毒。這一贈一收完成了跨越10集的邏輯閉環。甄嬛在稱讚沛國公巧思的同時，突然想起在甘露寺好像聽阿進提過這位熟人，叫什麼孟靜嫻的。這是好事。當時甄嬛還對着孟小姐的名字猜想了半天。靜嫻，一聽名字便知是溫柔大方的好女子。現在時過境遷，嬛嬛關心道，她家的小姐孟靜嫻原本是要只給17爺的那一位，也不知道出嫁了沒有。小允子呢，是什麼八卦都知道，說孟小姐一心思慕17爺，至今都不願意出閣，都等成老姑娘了。甄嬛聽到孟小姐如此痴情，十分動容地轉過頭。浣碧聽到情敵名字，分外眼紅，冷嘲熱諷起來，以為等成老姑娘就能嫁給王爺了嗎？天下仰慕王爺的女子那麼多，恐怕王爺連她的眉毛鼻子都沒有看清過吧？當初他聽到太後給果郡王指婚的時候，就絕望地折斷了手裡的柴火，現在更是如臨大敵。甄嬛覺得浣碧說話太刻薄，就斥責了他2句，但浣碧依舊不忿，說我就是看不慣他那副樣子，生怕別人不知道他等着17爺似的，叫王爺難堪。大家記住浣碧這個反應啊，一會兒還會再次出現。這個情節設定很有意思，浣碧為什麼會動這麼大的氣呢？因為他對於孟靜嫻既有情感上的優越，又有身份上的自卑。他的底氣是自己可是和王爺有深交的，
從之前每一次婉嬪遇難求助，到甘露寺凌雲峰的日常相處，他覺得自己是除甄嬛以外離王爺最近、最有資格愛他的人。所以你孟靜嫻和王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關係，憑什麼和自己競爭？而浣碧的自卑，則是因為孟靜嫻的出身實在是太好了，而且人家還獲得過太后的指婚。浣碧只好通過老姑娘、叫王爺难堪这些詞彙來貶低對方，以獲得心理的平衡。可以看出，浣碧對果郡王的愛是排他性的。和這個情節類似的是甄嬛高燒在凌雲峰養病期間，浣碧看到美貌的彩蘭、彩嬪，也是醋意大發，甚至懷疑他們是王爺的侍妾。我瞧他們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頭，倒像是半個姨娘，我哪敢使喚他們呀？什麼？這話给阿進都問傻了。浣碧進一步解釋，他們不是王爺的貼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通房的丫鬟嗎？阿进这才反应過來說，王爺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罷了，他們只是這裡的丫頭。如果說浣碧嫉妒出身顯赫的孟靜嫻還說得過去，她為什麼連彩蘭、彩嬪這些出身還不如自己的孤女也要達成情敵呢？浣碧把清涼台的侍女揣測成王爺的侍妾，其實是不小心把雲裡解讀成了一個見色起意的凡夫俗子。浣碧其實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雲裡，她愛上的只是她想象出來的符合世俗權貴邏輯的王爺。浣碧雖然和果郡王相識的久，但卻並不懂果郡王對精神世界和愛情的追求。阿進的反應也很值得細品，浣碧的狹隘解讀直接把阿進給問傻了，說明阿進本身就是一個心思純淨的人，他從來沒有從齷齪的角度去思考過這件事情。而且自己家的王爺被人誤解了，阿進也沒有氣急敗壞，而是釋懷的笑笑，再耐心的給對方解釋。這種涵養也從側面襯托出果郡王的清宅家風。通過阿進的解釋，我們了解到清涼台的僕人都是漂泊無依、被王爺救助的貧苦百姓，所以小葉子只是他救助的眾多苦命人當中的一個。果郡王這種喜歡幫助別人的行為，冥冥之中和晚常在請問太醫救助小允子哥哥的行為形成了呼應。他們都是不分階級、平等的對待每一個生命，側面印證了他們相似的價值觀。凌雲峰那場戲超級熱鬧，溫實初更是搞笑擔當。還沒看過的小伙伴，請找細品《甄嬛傳》第103期視頻。我們回到永壽宮，你何必動這麼大的氣？說話也忒刻薄了。熹貴妃斥責浣碧說話刻薄，其實是能夠體諒孟靜嫻的深情和不易，因為甄嬛非常懂那種求而不得的痛苦，這是一種高度的同理心。在甄嬛看來，不論是凌雲峰的孤女，還是等成老姑娘的孟小姐，都是值得同情的人。氣氛都烘托到這裡了，果郡王府送來的珊瑚手串適時登场。這果郡王府送來的珊瑚手串，奴婢瞧着真是精緻的不得了。這就是熹貴妃禮單中的第二個重要禮物。掌上珊瑚連不得，卻叫一座上陽花。小主，掌上珊瑚比喻極為珍貴、被小心呵護的人。這句詩的原意是，原本像掌上珊瑚一樣被珍視的人，卻無奈地被送到上陽宮，成為了寂寞深宮中的一朵花。這句詩放在這裡，表達的意思是非常殘酷的。我們細品啊，珊瑚是生長在海裡的，是靈動天然的，代表了甄嬛在凌雲峰時期自由的狀態，是雲裡細心呵護的掌中摯愛。而珊瑚被從大海移栽進入了深宮，變成上陽花，暗喻失去自由的熹貴妃。果郡王送出這份禮物，表達的是對甄嬛回宮的無奈，同時他也讀懂了甄嬛心裡的無奈。果郡王是在借這份禮物告訴甄嬛，我知道你回宮並非貪戀榮華富貴，而是身不由己。而甄嬛與果郡王心意相通，瞬間理解了禮物的含義，情不自禁地戴在手上。珊瑚是海中的珍品，所以果郡王送給甄嬛的禮物依舊代表自由，就像甄嬛生日果郡王送她的满池荷花一樣。關於果郡王送的荷花和老登送的荷花有什麼區別，我們在116期拆解永壽宮裡面裝修的邏輯閉環時分析過，感興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果郡王恭賀貴妃冊封，其實一共送了2份禮物，這串珊瑚還只是個前奏，之後的合歡花更凸顯了果郡王對甄嬛那種極致的守護，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果郡王送的珊瑚手串也引出了2條線索，一是皇上看到這個手串，以為嬛嬛喜歡珊瑚，所以東施效顰送了她一整棵珊瑚树。手串引出的另一條線索
就是在滴血驗親局中至關重要的人物宁貴人。甄嬛看到手串，睹物思人，想着反正老登今晚被安排給敬妃侍寝，自己就去梅姐姐那兒散散心吧。結果半路杀出了個宁貴人。熹貴妃吉祥，停轎。宁貴人同安。大家細品甄嬛看到宁貴人的眼神變化，一開始她是充滿警惕的，但很快又變得曖昧。現在的時間點是甄嬛被夜貓衝撞產子之後，所以她知道夜貓就是眼前這個人的手筆。既然如此，甄嬛為什麼還敢答應趁興同遊呢？今晚夜色如醉，若不趁興同遊，當真是辜負了。要看懂熹貴妃的行為邏輯，我們必須要復盤一下兩個人相識的過程。甄嬛第一次見到葉澜依是在合歡樹下。甄嬛對待合歡花的態度是理性的，留得住一時也留不住一世，不如隨她去吧。而小葉子卻不忍落花入泥，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看到小葉子對合歡花的怜愛，熹妃表示自愧不如。妹妹憐香惜玉之情，本宮自愧不如。此時的甄嬛也許並不知道背後藏着果郡王，不過既然合歡花是雲裡的本命花，小葉子的反常行為也在她心裡埋下了懷疑的種子。大概就是在這個事情之後，甄嬛開始探查葉澜依的底細。而真正實錘是倆人第二次見面，寧貴人一個人冒着大雨撿合歡花。寧貴人喜歡合歡花呢，這個評價就很有指向性了。甄嬛大概率已經打探到果郡王相救葉澜依的事了。她憐惜寧貴人不計後果的愛花之情，所以教給她更高效的方法，就是用布在樹下接着，等雨停了去了水，花瓣就可以直接送到寧貴人那兒了。嬛嬛真是聰慧啊！然而這種聰慧背後折射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愛。嬛嬛是基於清醒與周全的守護，小葉子則是更加赤誠無所畏懼的付出。寧貴人听了甄嬛的建議也很欣喜，多謝娘娘，感受到了一種有人與自己共同守護合歡花那種心意相通的感覺，情不自禁和嬛嬛聊起了合歡花。這兒的花哪算好啊？寧輝堂的合歡花才是天下最佳，每當入夏時節就如花海一般，老遠就聞到那個香味了。此時的小葉子不設防備，對熹妃流露出了最真實的自我。然而寧輝堂是果郡王的地盤，他不小心說漏了嘴。甄嬛並沒有拆穿，而是嘆息自己從未見過。本宮從未見過。這也是在感嘆自己和雲裡的愛情見不得光。葉澜依趕緊找補，說嬪妾從前卑微，連宮女尚且不如，當然可以隨便走動了。她在敵人面前從不會示弱，但在甄嬛面前，她願意袒露弱點。甄嬛則給了非常溫暖的回應，別人怎麼看是別人的事兒，你自己不能自輕自賤。而且若說卑賤，本宮又何嘗不是罪臣之女？交流到這裡，葉澜依很顯然是喜歡甄嬛的，因為甄嬛給了她果郡王一樣的尊重。她在甄嬛身上找到了某種與王爺同頻悲憫的底色。而甄嬛也很喜歡小葉子，她看着對果郡王一片赤誠的葉澜依，仿佛看到了凌雲峰時期的自己。所以惺惺相惜的兩個人又相約一起到春喜殿玩耍。如果不是中秋家宴上偷聽到了甄嬛辜負果郡王的事兒，他們倆應該會成為精神相通的好朋友。基於前兩次的交流，甄嬛即使知道是小葉子害自己早產，但依舊恨不起來，反而十分想要親近他。所以當小葉子主動相邀，甄嬛立刻就赴約了。難得貴人相邀，那本宮就去貴人處坐坐吧。他特意叮囑不許人跟着，跟着是因為他知道對於葉澜依來說，坦誠才是必殺技。小葉子騙甄嬛走到了焦爐館，拿出匕首抵住了他的喉嚨。這把匕首就是最後用來自盡的那個。小葉子的計劃是在這裡殺掉熹貴妃和浣碧，然後推到祺貴人頭上。反正祺貴人想殺娘娘的心不是一日兩日了，嬪妾大可成全他。祺貴人之心真是路人皆知啊！甄嬛即使在危急時刻，依舊展現了宮鬥冠軍的鎮定。她直接打出了心理牌，說本宮也不想難為你一片痴心，你已經是皇上的寵妃，若因果郡王而殺了本宮，未免太不值了。然後拋出了殺手鐧。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際，是他請了太医來救你。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個蛇蝎女子，不知會作何感想。
一句話就讓小葉子產生了動搖。但旁邊的浣碧聽說了新的八卦，有點懵。什麼？怎麼他和我的王爺也有關係？浣碧剛剛就吃過一次孟靜娴的醋了，現在又來一個情敵。王爺的粉絲是真多呀。对，浣碧一邊上下打量着這個新情敌，一邊找到了攻擊點。难為王爺昔日救你，已經如此狠毒，你也配喜歡王爺嗎？他故意說葉澜依狠毒，其實是想從精神上剝奪葉澜依愛王爺的資格。喜歡王爺那也是有門檻的。浣碧無法接受一個出身卑微、性格野蠻的馴馬女也自詡痴情，更何況自己喜歡王爺都有自卑感，憑什麼他敢光明正大的喜歡王爺，甚至還為王爺出頭？可以發現啊，浣碧對王爺身邊的所有女性都是高度的防備和打壓，這精準地勾勒出他性格當中的不安全感和極強的佔有欲。最近劇情多次鋪墊果郡王和浣碧的感情線，為後面小象事件埋下伏筆。小葉子一眼看穿浣碧，直接拿出七寸。怎麼方才你家小主說我害他之時，你不曾激怒？說起王爺，你便如此情急啊？你……葉澜依的話讓浣碧瞬間啞火，只擠出了2個字：妖孽。這裡小葉子一下子點出浣碧內心深處的排序：王爺的歸屬權優先於自己的身份名位，優先於姐妹情。我自認識王爺，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瀟灑的男子，從未見他如此受挫，潦倒憔悴。確實，以往果郡王出場都是輕鬆自在的，現在鏡頭每次給到他，就是滿臉的苦大仇深。娘娘自回宮那時起，我就開始疑心，直到那一日中秋家宴。小葉子這個敏銳的洞察力真的絕了。甄嬛回宮那天，他就一直在偷瞄果郡王，他發現果郡王整個人都蔫了，而且還要擔任一個誰都不愛當的冊封使，所以他起了疑心。這個小細節也能夠推斷出小葉子是多麼的關心果郡王，所以他不許任何人辜負王爺。所以一切讓他傷心的人都該死。面對葉澜依的指責，甄嬛沒有反駁，而是苦澀地說：你可怎知，有時這富比不富要艱辛多了。甄嬛這是變相的向葉澜依承認了她還在乎果郡王。然後小葉子一低頭看到了珊瑚手串。這珊瑚手串曾是数年前王爺從南海求得的心愛之物，從不示人，為何到你手上？浣碧滿臉酸澀地說：這話你應該問這手串的主人。從浣碧的視角，他最初並不知道珊瑚手串對王爺的重要性，但他從小葉子口中得知這個信息後，內心更加苦澀了。這場戲真的很妙啊，3個人一台戲，每個人都是果郡王的粉絲，而每個人的愛與立場又截然不同。浣碧的愛是擁有，甄嬛的愛是無奈，小葉子的愛是成全。他將心比心，知道珊瑚手串代表什麼，也就明白了王爺並沒有怪罪甄嬛，於是放棄了殺嬛計劃。爸，王爺既然把心都掏給了你，你若還有少許良心，就該日日自責。王爺對我的那點好，在你看來也許根本不算什麼，但對於我來說，已是這畢生都不可得的溫暖。我今天就放你走，就算報答王爺信念之恩吧。小葉子是嘴硬心軟，他所謂的報恩，不僅僅是放走熹貴妃這個負心人，而且是從此開始保護王爺所愛之人。我們最後再結合2人相識的過程，深入剖析一下小葉子今天的行為。他原本很喜歡熹妃，他覺得熹妃和別人不一樣，所以當他知道熹妃居然拋棄了真愛，試圖攀附權貴的時候，是十分懊惱的。既有甘露寺的緣分，何必得隴望蜀，師妹重回皇上身邊？難道在娘娘心中，天家富貴就真的勝過於王爺的一片傾心嗎？他想刺殺熹貴妃，就直接一劍封侯唄，為什麼要這麼多廢話要去質問？什麼既然有了甘露寺的緣分，為什麼又得隴望蜀？他去質問，其實就是他不願意相信，或者說他潛意識裡是在尋找一個不殺甄嬛的理由。所以當他知道熹貴妃離開果郡王是無奈的，而果郡王對此並不責怪，反而依舊傾力相護時，他的邏輯閉環了。所以滴血驗親時，他不僅僅是保護王爺心愛的人，也是在保護自己欣賞的熹貴妃。因為這次顆粒度對齊了，所以滴血驗親時，小葉子聽說要傳喚甘露寺的姑子，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利害關係，讓阿綠及時到永壽宮報信兒，才能在關鍵時刻扭轉戰局。其實回顧起來，皇後是最先接觸葉澜依的，但卻因為傲慢，覺得這個馴馬女出身卑微，非我族類，不值得拉攏，親手推開了這個神級隊友。
而甄嬛從始至終保持着一種容人的度量和共情力，發展出了一段具有建設性的關係。在滴血验親中，甄嬛战队强有力的第二个外援就是慎贝勒。前期他还是一个小透明，每次家庭聚会都会有他陪襯的身影。允禧和允礼都是九子夺嫡之後皇上用來表演兄友弟恭的吉祥物。慎貝勒年紀小，職位低，母親只是一個太嬪，所以皇上不像忌憚果郡王一樣忌憚他。慎貝勒這個長達幾十集的伏筆，在玉娆入宮之後，終於開始正式回收。我們先來看玉娆進宮的劇情。娘娘您看，張姐，老爺，爸，閨女，小舅，別姑爺，別播，兒子。放錯了。畢姐姐，二小姐長高了不少呢。玉娆一登場就展現了不一般的格局，她稱呼浣碧為碧姐姐。玉娆現在肯定是知道浣碧的身份了，所以她叫的是姐姐。人家瓜溜那是連庶出的妹妹都說不上話，但玉娆卻給了浣碧闊別已久的平等與尊重。注意這一幕啊，咱們的允公公也是鳥槍換炮了。當年在廊下哭泣被排擠的小允子，如今已經是永壽宮的首領太監，氣場直逼蘇培盛。蘇培盛不僅帶來了玉娆，還帶來了果郡王的第二件禮物。為了祝賀熹貴妃的冊封之喜，果郡王把寧輝堂內所有的合歡花都送給了甄嬛。寧輝堂的合歡花是先帝在果郡王15歲生辰時送的禮物，意在王爺年年如意，歲歲合歡。這對果郡王來說是極其珍貴的，而把它們全都送給甄嬛，表達的是一種極致的深情，寓意着他將自己的生命、幸運和祝福全都轉贈給了他。同時，果郡王通過這份厚禮向眾人釋放了一個信號，就是熹貴妃的身後有果郡王府的支持。他知道甄嬛回宮之後看起來步步高升，其實處境十分危險，沒有母家的支撐，勢單力孤。允禮是希望用王府來抬高甄嬛的地位，讓那些想動她的人掂量掂量。這份深情真的是體貼到了骨子裡。玉娆在一旁稱讚，這位王爺心思倒也別致，不似尋常俗物，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記住玉娆的評價啊，看看後面是哪個老登天天送些金啊玉啊的。二小姐頭一日入宮，不知道咱們17爺心思奇絕的地方多了去了。大家細品，蘇培盛從不說廢話，他為什麼要用心思奇絕這4個字來形容果郡王呢？把先帝御賜的生辰大禮，而且還是種植在自己宮裡的合歡花，全都轉送給皇上的貴妃，這個行為其實是越界的。皇上知道之後一定會疑心。果郡王很聰明，他反其道而行之，通過蘇培盛公開放到明面上送，利用冊封之喜的由頭，反而消解了私情的嫌疑。從皇後一檔選擇溫實初作為前夫就可以知道，到目前為止，果郡王的行為還是小心謹慎，並沒有引起別人懷疑的。而蘇培盛特意強調心思奇絕，其實就是在給這件事情打掩護，也是在給皇上打預防針兒。意思是大家別多想，17爺這個人向來不走尋常路，他送花不是因為私情，而是因為他這個人性格就是這麼古怪，喜歡附庸風雅。這件事情瞞得過眾人，卻瞞不過蘇培盛。也就是從這一刻起，蘇培盛察覺到了甄嬛和果郡王之間非同尋常的關係，而且這個想法在果郡王摔下馬的那段劇情中得到了驗證。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慎貝勒的正式亮相是一次和熹貴妃的偶遇，這時除夕過去，大概是初春時節，慎貝勒剛剛給太后請完安，甄嬛關心地問：天氣還涼，你怎麼穿得這麼單薄？該加些衣裳才是。慎貝勒卻說太過保暖會讓人意志軟弱，所以選擇了單薄的衣服來穿。寥寥幾句就能看出慎貝勒是紫禁城中的一股清流，不沉溺於物質享受，具有清醒的意志力和骨氣。這時玉娆出現了。這位小主未曾見過，不知是……難不成略平頭整臉些的都要嫁給皇上嗎？我偏不是。玉娆一通懟臉輸出，把慎貝勒激成了呆頭鵝。他仔細端詳了這位有個性的姑娘半天，眼睛再也無法移開。甄嬛說什麼這是我娘家小妹，小妹從小長在邊遠之地，巴拉巴拉巴拉，她全都聽不見了。玉娆繼續連珠炮似的輸出，別以為你們這些王公貴族有多稀罕，是不是覺得全天下的美女都該進你們家後院？慎貝勒作為皇室宗親，見慣了那些被規訓的像盆景一樣的女子，從來沒有見過像玉娆這種帶着野性的刺兒頭，整個人生都被驚豔了。別看慎貝勒呆呆的，其實他是有心機的。
從他接下來拋出的這個高明的試探就能看出來。既然他看不上老登，那紫禁城萬千少女的春閨夢中人17哥是他喜歡的類型吗？看来唯有17哥的盛名才能入姑娘的眼了。這是在用果郡王來抬高玉娆的眼界，以確認對方到底是慕權還是慕才。雲裡提到17哥的時候，鏡頭還特寫了甄嬛和浣碧。17哥確實魅力難擋，眼前3位之中就有2位都是他的粉絲。怎麼，唯有皇室公卿的男子才是好的嗎？我寧願駕馭匹夫草草一生，也斷不入宮門王府半步。這是玉娆的名人名言，看他這種寧為玉碎的剛烈，還有那個巴巴的口才，像極了甄嬛入宮前的樣子。甄夫人說過，玉娆的性格最像甄嬛，最像娘娘。失礼，是我小看了姑娘。云喜说完這句話的瞬間，就已經徹底淪陷。他明白眼前的女子是紫禁城裡最罕見的擁有獨立人格的靈魂。那麼問題來了，在滴血驗親之前，慎貝勒和熹貴妃之間只有這一次對話，並沒有深交。那麼他為什麼願意出面為熹貴妃還有雙生子作保呢？第一，當然是為了玉娆。他正好在宮門撞上玉娆，看到她急切的樣子，已經心動的允喜自然不會袖手旁觀。第二是慎貝勒的三觀，他推崇的理念是清醒克制，不喜歡沉溺於享樂。所以在滴血驗親時，他評價熹貴妃是親力親為，評價祺貴人是珠圓玉潤，只懂得享清福。在允喜的價值坐標裡面，熹貴妃才是自己的同類。第三是聰明的政治站隊。在滴血驗親之後，慎貝勒曾經說過，我向皇兄求這幅畫求了很久，皇兄也捨不得，終究他最看重貴妃。慎貝勒言行舉止雖然不顯山露水，但他從小在皇宮長大，不可能是傻白甜。他對政治風向是有基本判斷的，所以在緊要時刻出面維護貴妃和雙生子，在他看來，那是在維護皇上的臉面，維護皇家的顏面，絕對不會出錯。回去之後，允喜一直咧着嘴傻笑，被果郡王發現了異常。允喜推脫半天，實在瞞不過去，只好老實交代，說我看見一個姑娘，脾氣大得很，而且還瞧不上咱們。這句話就類似於，哥，那只鳥兇得要命，差點把我眼睛啄瞎了，我撿到寶啦。這家伙嘴上是在告狀，實際上已經心癢難耐。失去環兒的雲裡並沒有關注感情話題，而是感慨起了自己的出身，說咱們有什麼好呀，不過就是出身皇家，保不齊還兄弟相殘，被削了爵位的大有人在，沒什麼可羨慕的。果郡王對老四的多疑有着最清醒的認知，這種清醒裡還有一股對權力的極度疲憊。細品可以發現，自從失去了環兒，雲裡的精神世界已經崩塌了，他的每一句話都透露着一股看穿生死的悲觀。而允喜卻因為玉娆的出現，對未來充滿期待。別說這些喪氣話，走，咱們賽馬去。走。這裡賽馬的劇情直接引出滴血驗親前果郡王摔下馬，浣碧前去照顧的錯位布局，為滴血驗親的脈絡走向鋪墊了非常重要的伏筆。下一期就進入滴血驗親的倒計時了，簡直就是各種 flag 滿天亂飛的節奏。什麼祺貴人在宮中並沒有什麼大錯呀，什麼幸虧這些故人都在啊，什麼王爺喜歡看風箏啊，每句台詞都是在命運的邊緣瘋狂試探。我看上期有一個高讚評論啊，說想把滴血驗親一口氣分析完，然後過年的時候當春晚看。不得不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我看了之後也很心動，看到大家這麼喜歡我的視頻，我真的是非常開心。不過我仔細研究了一下啊，滴血驗親光原劇就將近2集的長度，台詞也有1萬多個字，每一個眼神，每一個轉場都是細節和伏筆，所以一期視頻是萬萬更新不完的。我也真的不想為了趕進度而胡亂拼湊一個解說交差。不過既然是過年，那自然不能讓大家伙失望，所以我趕緊調整了一下更新的进度。自從上期視頻更新完一直到現在，我每天都在瘋狂的趕視頻，希望能在春節的時候更新一個滴血驗親超長篇，陪大家一起過年。臣妾要告發熹貴妃私通，穢亂後宮，罪不容誅。關於滴血驗親，如果大家有什麼腦洞或者疑問，一定要在評論區告訴我，說不定就能在視頻裡面看到解答哦。好啦，我是樹懶，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啦，拜拜。別忘了點讚並且訂閱我哦，拜拜。